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离婚仅2年，赵丽颖已高不可攀，她的聪明让冯绍峰受用终身。2019年10月，冯绍峰登上综艺节目《奇遇人生》第2季，那时他与妻子赵丽颖结婚不过刚1周年。本该处在婚姻甜蜜期的他，却在节目上罕见地谈及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表露出了对这段婚姻的不自信。谁能想到，驰骋情场多年的海王冯绍峰有一天也会怀疑自己？他说，他曾问过妻子赵丽颖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喜欢我才想要结婚，还是单纯只是为了结婚才跟我在一起？到节目的最后，冯绍峰都没说出赵丽颖给予他的答案是什么，但两人的婚姻也在节目播出的1年半后草草收场。答案是什么已不重要。2021年4月，赵丽颖与冯绍峰一同发表和平离婚声明，但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却展现了赵丽颖一番杀伐果断的做派。她火速搬离了与冯绍峰的家，甚至连孩子的抚养权都没要。此后便闭口不提冯绍峰，在经营事业的道路上单打独斗。然而2年的时间过去了，赵丽颖与冯绍峰也过上了天差的别的生活。只是回看离婚后的这段生活，才明白赵丽颖当初的决定有多正确。原来她的聪明早已写进了种种细节里，只怪冯绍峰和大众后知后觉。摸爬滚打的名巴女孩，作为一手挖掘起赵丽颖的伯乐，导演于正曾经这样一针见血地评价过她：赵丽颖就是这么拧巴的，她不是那种很楚楚可怜的女孩，她就是火爆脾气的。于正所言不虚，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外表顶着一张甜美娃娃脸的赵丽颖，骨子里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而她的这份狠劲与韧劲，其实早已流淌在她的血液里，深深地影响着她日后的事业、婚姻，甚至是人生。1987年，赵丽颖出生于河北廊坊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她便跟着家里的长辈务农，在这个过程中磨砺出了她坚韧顽强的个性。长大后，因为家境一般，赵丽颖只读到中专便匆匆进入社会打拼。2006年，19岁的赵丽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企业里担任文秘工作，过起了2点1线、朝9晚5的简单生活。这样清闲的工作让当时的赵丽颖颇为满意，但那时的她还远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机会将在远方等待着她，让她的人生完全脱胎换骨。有一天，赵丽颖在互联网上发现打着著名导演陈凯歌、冯小刚和张纪中旗号的选秀活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也在互联网上报名，并成功通过海选进入了选秀比赛。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赵丽颖凭借着清纯的相貌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了冯小刚组的冠军，算是正式得到了通往娱乐圈的入场券。但走到这里，赵丽颖其实还没开启自己大杀四方的大女主剧本。正如每位无畏的大女主都会经历过一番破釜沉舟、破茧化蝶的历练，进入演艺圈后的赵丽颖也因为没有人脉和背景，跑了整整7年的龙套。在这个漫长淬炼的过程中，赵丽颖一路饱尝着娱乐圈中的人情冷暖。因为长着一张圆脸，在过往小 V 脸大行其道的时代里，赵丽颖没少因为外貌上的局限性而吃亏，遭到不少试镜导演的拒绝。就算好不容易争取来了一个角色，赵丽颖也只得无奈接受着片场里的不公对待。有一回，赵丽颖终于得到一个在古装剧《宫锁沉香》里出演女2号的机会，只是当时尚未成名的她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本来按理说，当女演员在拍摄亲密戏时，整个片场都应该清场，
只留下关键的工作人员在场即可。可到了赵丽颖，这却成了另一番风景。当时正值寒冬，赵丽颖在拍摄一场和男演员的亲密戏时，只见一群男性工作人员身着保暖的羽绒服，团团围住身着清凉的赵丽颖，在旁观看和指点着赵丽颖的演技。就这样，人微言轻的赵丽颖强忍着心理上的羞耻和身体上的冰冷，配合着在场工作人员的要求，一声不吭地硬扛了过去。像这样艰苦的拍摄过程，赵丽颖却经历了远远不止一次。而让瘦弱的她一路苦挨下来的，便是心中对演戏的热爱。当然，除了工作人员的漠视，赵丽颖还经历着形单影只的寂寞。记得有一年新年的时候，正当剧组的演员们都成群围在一起吃年夜饭时，只有赵丽颖被大家遗忘了。心灰意冷的她也只能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幸得后来同剧组的男演员张瑞发现后，为赵丽颖亲手做了一顿年夜饭，这才让她在陌生的剧组里感受到了一丝温暖，靠着这点温暖支撑着她走完后来的路。这样没有盼头的日子，直到赵丽颖遇见于正之后才有所改善。起初，赵丽颖只在于正的剧里担当几个不知名的小配角，靠着勤奋认真的态度，赵丽颖逐渐让于正发现了她的闪光点。于是当于正策划拍摄古装剧《陆贞传奇》时，于正的首选女主就落到了赵丽颖身上。只不过选角过程并不顺利，其他工作人员一致觉得赵丽颖个子较矮，没有气场。只有于正看到了赵丽颖身上的那股子要强劲，于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让赵丽颖担当女主陆贞，这才让她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随后，赵丽颖乘胜追击，接拍了《花千骨》《楚乔传之否》等影视剧。她就像一个孤独的常胜女将军，在资本簇拥的娱乐圈里突出重围，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血路。而那股拼劲也成为了他开疆拓土的宝剑。天差的别的人生过客，不同于赵丽颖步步维艰后才把自己活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女主，冯绍峰却是一出生就拿了天之骄子的剧本。1978年，冯绍峰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纺织行业里的翘楚，忙着经营家族庞大的生意。而母亲则在家相夫教子，照顾着家里唯一的儿子冯绍峰。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冯绍峰，从小就全然不识愁滋味。别人费尽心力拼命才能得到的东西，冯绍峰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轻易得到。在冯绍峰19岁那年，他更是凭借着优秀的会考成绩，直接被保送进上海戏剧学院，就此开启了自己幸运的人生篇章。在他就读大一的时候，当很多人还只是籍籍无名的大学生时，冯绍峰便已经出演了自己的个人首部电影《星星串》，算是正式迈进了娱乐圈。富家公子进入娱乐圈里闯荡，与红粉佳人的绯闻自然是免不了。2007年，冯绍峰在拍摄港剧《岁月风云》时，对合作女演员胡杏儿产生了好感。只不过那时的胡杏儿身边已有一个正牌男友黄宗泽。就在胡杏儿为黄宗泽的花心而头疼之时，冯绍峰成了那场及时雨。在胡杏每个黯然神伤的时刻，冯绍峰都像护花使者一样随叫随到。时间一长，就连媒体记者们都嗅到了两人之间的猫腻。而冯绍峰也并不扭捏，面对记者们的盘问，他大胆承认了自己对胡杏儿有意思，更放话前辈黄宗泽配不上胡杏儿。只可惜，当时稚嫩的冯绍峰怎会是老练的黄宗泽的对手？在黄宗泽一番糖衣炮弹的轰炸下，胡杏儿又乖乖回到了男友的身边，只徒留冯绍峰一人在风中凌乱。慌乱中，他又抓住了下一株救命稻草。1年后，冯绍峰在出演民国剧《芸娘》时，又认识了大眼美女安以轩。戏内两人情投意合，
戏外冯绍峰也对安以轩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两人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不断，只可惜这次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安以轩彼时心中只有李承铉这一位男主角，冯绍峰只能又一次遗憾出局。2011年，冯绍峰与杨幂合作拍摄了穿越剧《宫锁心玉》，这部剧一炮而红，成为了现象级的爆剧，也捧红了蜂蜜这一初代国民荧幕 CP。当时，冯绍峰对杨幂可谓是打得火热，社交平台上的暗送秋波可从没少过。就当所有人都觉得冯绍峰这次怎么也的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杨幂却早已深陷进大叔刘恺威的温柔乡里，并在不久后嫁为人妻。冯绍峰估计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居然一直这么点杯，每次都被红牌罚下。一直到2012年，冯绍峰才算扭转了自己在情场中的风评。同年，在一场时装周上，冯绍峰结识了初露峥嵘的某女郎倪妮，这回倒是郎情妾意，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正如所有热恋中的情侣那般，冯绍峰与倪妮在社交平台上大方秀出他们的恩爱。冯绍峰甚至还曾放话，如果他与倪妮有朝一日分手的话，就将自己的名字倒着念。除了大胆认爱，在女友倪妮黑料缠身的那段时间里，冯绍峰也没少出钱出力，又是动用自己在娱乐圈里积攒下来的资源，替倪妮成立工作室，帮她扫清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又是帮倪妮打官司，助她扭转险些崩盘的路人缘。情到浓时，冯绍峰还带着倪妮看了一套价格上亿的婚房，两人疑似好事将近。但可惜的是，就在大家都以为冯绍峰和倪妮终将修成正果之时，这段维持了3年的恋情便戛然而止，双方宣告和平分手。分手后的冯绍峰一蹶不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后来又相继与宋茜、郭碧婷以及星女郎林允传出绯闻。一直到2016年，冯绍峰在拍摄《西游记之女儿国》中邂逅了赵丽颖，兜兜转转许久的他，才终于找到了合适停靠的港湾。早在2017年10月份女方生日之际，冯绍峰就曾特意坐飞机去往横店为赵丽颖庆生。等到12月份知否开拍期间，两人的绯闻更是漫天飞。他们被拍到同框的照片不计其数，可彼时的冯绍峰和赵丽颖却一直矢口否认这段恋情。2018年8月份时，网传赵丽颖已经停工怀孕3个月，而赵丽颖却直接在社交媒体上晒出 P 叉照，疑似再次否认了传闻。而等到同年10月赵丽颖生日当天，赵丽颖却直接晒出与冯绍峰的领证照，打得各位吃瓜群众一个措手不及。隔年3月，赵丽颖便生下两人的儿子想想。就当大众都以为向来独立坚强的赵丽颖终于找到了值得托付一生的人，2021年4月23日，两人却齐齐发表了和平离婚声明。冯绍峰和赵丽颖也成了娱乐圈里分开分得最体面的夫妻之一。可在一番风平浪静的背后，却越是昭示着二人婚姻生活的风起云涌。他的聪明让冯绍峰受用终身。早在赵丽颖产子的半年后，冯绍峰就曾上过综艺节目《奇遇人生》。当时在节目里，冯绍峰就多次 cue 到自己的妻子赵丽颖。在主持人阿雅煮面的时候，冯绍峰会立马表示，当他在家煮面的时候，妻子赵丽颖都会贴心陪伴在侧。在录制节目时，冯绍峰张口闭口都是后悔自己没把妻子赵丽颖带上节目。可在惋惜的同时，冯绍峰也在碎碎念老婆赵丽颖怕冷，怕他待不习惯。就连冯绍峰坐上了一次直升飞机，他也顾不得身旁有人，立马给赵丽颖打起了视频电话，和她分享和汇报一切见闻。通过这种细节，不难看出，冯绍峰还是很爱妻子赵丽颖的。
可在节目上，冯绍峰的另一番表现也暴露了两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按冯绍峰的话说，自己压力大的时候经常会抱头痛哭，而妻子赵丽颖则非常冷静地在旁静静看着他哭泣，直到冯绍峰发泄完情绪后，赵丽颖会让他去看看孩子缓解情绪。在冯绍峰看来，妻子赵丽颖永远都是一副不慌不忙的做派，不论遇见什么事情都非常冷静，思维非常清晰，反倒衬得冯绍峰自己优柔寡断，感性忧伤。除此之外，作为家里被宠大的孩子，冯绍峰也活成了妥妥的妈宝男。从小到大，冯绍峰都非常看重母亲的想法，而冯母也一直在替冯绍峰规划好人生道路。按冯绍峰自己的话说，母亲常把你这辈子就完了这句话挂嘴边。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冯绍峰，性格优柔寡断，对待事业也没有很强的进取心，毕竟娱乐圈混不下去，还可以回家继承10几亿家产。可赵丽颖却远远不同，吃尽苦头才成名，使得她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不同于冯绍峰有着风流多情的资本和底气，赵丽颖在娱乐圈里的绯闻屈指可数，因为她知道自己一旦倒下，身后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其撑腰，于是她只能不断向前奔跑。在发现自己与冯绍峰并不合适之后，赵丽颖也并没有拖泥带水，反而延续了自己一贯洒脱的处事原则，快刀斩乱麻，回归到事业的正轨当中。离婚后的赵丽颖没有将情商作为营销热度的谈资，反而浴火重生，在浪潮中积极寻求突破。过往别人爱用土气 diss 她，但赵丽颖从未为自己辩驳过什么。反之，她干脆出演了农村题材的现实剧《幸福到万家》，靠着精湛的演技，打响了离婚后复苏事业的第一枪。曾经有不少人调侃过赵丽颖，称她被85花圈子所孤立了。杨幂与杨颖姐妹情深，刘诗诗与倪妮又关系匪浅，唐嫣与刘亦菲也是情同姐妹，只剩赵丽颖一人在单打独斗。在很多个盛会上，当85花们凑在一起忙着交际的时候，只有赵丽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下玩起了手机。久而久之，网络上便流传出赵丽颖疑似被85花们孤立的传闻。但赵丽颖并没有被外界的流言蜚语所影响，因为她的内心足够强大。她知道85花的花期短，新生代小花们奋起直追，她只能尽快谋求转型。于是赵丽颖大胆接下了无滤镜的正剧《风吹半夏》。在其他85花们还在靠着强大的电视滤镜拍摄古偶剧或者偶像剧吸粉的时候，赵丽颖已经敢于直面自己的衰老，弯道超车，挑起了现实剧和正剧的大梁。可反观冯绍峰，却在离婚后状态越来越糟糕，不仅面容苍老，面部浮肿，身材也略微有些发福，实在很难让人把他和曾经那个奶油小生联系到一起。如今看来，他与赵丽颖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可惜他懂得前妻赵丽颖的聪明懂得太迟，如今的赵丽颖已经活成了自己人生中的大女主。她清醒、坚强、独立而洒脱，成为了现代美好女性的代名词。也正是她身上有着这些美好的品质，有着一份坚持的事业，才让她在面对不合适的婚姻时敢于及时脱身，能够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而她短暂的婚姻也揭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你自带光芒之时，婚姻不过是锦上添花。就算没有一段圆满的婚姻，相信靠着赵丽颖的坚韧，她的人生也一定会过得很好。正如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男人如果有英雄梦，为什么女人就不行呢？